好，我们先来分区，从前面的中心点分到顶点，把前部的两侧分开，然后再在顶点分到耳后点，把前后分开。好，另外一边呢，同样的做法，在顶点分到耳后点。好，后部的分区从顶点分到底部的中心点，把两侧分开。好，后部分区呢，从颈骨点水平分区分到耳上点。好，另一侧同样的做法。好，在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先用 A 技术的零层次先设定好我们想要的长度。那在发廊当中呢，没有固定的长度的，你可以在发际线以下3-4公分，或是呢肩膀或者肩膀以下的长度。那今天呢，我们呢会定在发际线以下的三个指位左右的长度。然后我们会用零层次的技术，一直都强调了零层次是根据它的自然垂落方向，不需要提心的角度，用梳子来固定这个长度，然后呢进行一个剪切。那我会呢切一个方形的切口。那方形的切口呢，就是从后部到前面都是一个平线。好，耳后这里呢也是一样的，根据它的自然垂落方向，保持了我的梳子呢是一个水平线的状态，那剪纸呢就更好去剪一个方形的线条。好，另外一边呢，同样的做法，先把头发梳顺，从发根到发尾梳顺，按照它的自然垂落方向，用梳子来固定，保持一个梳子是一个水平线，那就是连接刚才的这个切口，这样子呢就很好了，剪一个方形的直的线条。那剪完这个线条之后呢，我们也是一样，拿取一下耳后的这个线条的内角，画一个 C 型，然后呢把下面呢不干净的切口呢清理干净，这样子呢有一个更好的包裹的这个效果。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往后梳一个 C 型，然后呢把内角呢不干净的长度呢也是去稍微精收一下。好，这里呢我们就完成第一个区的修剪，一个零层次的方形的形状。好，现在呢我们剪到颈骨以上的这个位置，先从中间取垂直的分区。那这里呢，今天呢我们会用到去除重量的技术。那引导线呢，从哪里呢？就是从下面的零层次这个地方，不会把零层次这个地方剪短。然后呢，我们的切口呢是跟地面垂直的。那跟地面垂直呢，就是这里就是一个方形的切口。那这个方形的切口呢，就保持在顶区这个黄金点这个卷角这个点。那保持着区这个点，它的落点会偏低的。那可以帮助呢偏扁平的头型的黄金点显得圆润饱满的。那如果在一个中长发，这个中低层次落点就更适合去烫头发，因为层次不会太高。好，剪之前呢，看一下你的手位是不是呢？从头皮垂直90度，手指呢跟地面垂直。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引导线，就是刚才下面的零层次长度。剪掉之后，再从顶部这边呢，再梳一下头发，从发根收到发尾，均等的拉力，好的，再稍微收得干净一点点。这个就是我们的垂直面的方形的切口。好，接下来呢，我们会用垂直的分区去剪这个方形。那方形呢，就是你必须要往后靠，用刚才的第一片呢做引导线，2靠1，3靠2。那第2片到第3片左右呢，就是头的卷角，后部跟左右两侧的卷角。那我们要保持这个长度，那必须要从第3片往后带，
第4片往后带，我的身体站位是站在一个固定一个点，那都不需要跟随这个头型，跟圆形不一样。那昨天呢，我们剪这个圆形呢是跟随头型的，去剪一个圆弧形的线条。那今天呢，我们要保持后部一个方形，那必须要呢在卷角地方往后拉，保持这个卷角的长度，来弥补呢偏窄的头型。或是有些珐琅偏小的，也可以保持这个角呢，来弥补呢比较薄的珐琅。啊，在行上哪里可以看到就有帮助呢拓宽的这个视觉效果。好，现在呢第2片取垂直的分区。那把第2片呢带到第1片2靠1，用刚才第1片的长度呢做我的引导线。那保持了手指的垂直地面。那切口呢，在顶部这里呢保持这个角，那不需要把这个角磨掉，那这样子呢，它的落点呢就不会太高了。好，第3片一样的取垂直的分区，那把第2片呢刚刚剪过的做引导线。那可以留意一下我的身体站位或者这个头模，我没有跟随这个头型去走的，我是站在一个固定点，那这样子呢更能帮助我的把这一片的头发带到第2片。那用第2片的长度呢做我的引导线呢。好，来到最后一片呢，可以看到把最后一片呢带到第2片，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保持了卷角耳后这个长度。那当我水平面去检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水平的直角，那这个就是一个长度，我们称之为方形。好，在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取垂直的分区，那用刚才呢中心点的这个垂直分区呢做我的引导线。那把这一片呢2靠1，那梳头发呢一定要把头发梳顺，均等的拉力从发根梳到发尾，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一些过长的长度长出来的。那看一下我的手指是不是跟地面垂直，我拉发边的方向呢是带到前一片去剪切。那点到黄金点这个地方呢，也是再梳一下，轻微呢抬高一点点，继续了我的垂直面的方形切口。那下一片一样的垂直的分区。啊，也可以看到我的站位呢都是站在一个点呢，这样子更好了控制一个方形的切口。好，当我往后带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肯定会延长的啊，因为呢这个假头模是偏长的长度，所以当我延长的长度的时候呢，这边会比较长。那等一会呢，我在水平分区检查的时候呢，再把过多的长度用下面0层次的长度呢来去掉。那可以看到第4片带到卷角的位置，大概第2片左右的位置。那所以呢，方形呢，当你剪完之后呢，头发垂落，前面还是会有点三角的后等剪长，不是代表你剪完一个方形垂下来就是个方形的，它会长的，因为我们往后靠。那所以现在看一下多余的长度我们怎么去解决。那我们取水平分区看一下，那多余的长度呢，我们可以呢利用呢上面方形的切口，很轻微的用手呢固定这个长度，把多余的长度呢跟0层次的剪一个方形的切口。把顶部的地方放下来看一下，
一点点多余的这个长度去掉。那这里呢就跟下面的零层次呢有个连接的。好，现在剪完之后呢，我们取水平分区，交叉检查一下刚才剪过的这个方形的切口。那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呢，可以轻微呢交叉检查，可以检修一下。可以看到在圆角的地方呢有一个直角，这个直角呢就是保持这个直角，那头发垂下来的地方可以弥补了偏窄的头型，在视觉上呢可以拓宽的这个感觉，或是呢发量偏少的在耳后这个地方，你保持这个角，头发垂下来了，有帮助了这个弥补了比较薄的发量。另外一边同样的做法，水平分区，交叉检查。可以看到也是一个这边的直角了，可以放下来，垂下来，可以弥补了比较薄的发量。可以看到在行上面可以看到呢会偏宽的。这样子呢，这个就是一个方形的形状，用一个去取中的记准。在垂直面的时候呢，可以有帮助呢拉长的。如果头型偏比较短的，或是脖子比较短的，方形呢有帮助拉长。顶部这个地方也是交叉检查一下。可以看到这个行上面呢是一个方形的切口。可以看到呢，刚才我控制这个发片的时候呢，我是把这个部分呢往后带。这个直角呢，它垂落点呢可以看到不会很高，还是落在大概颈骨这个位置。这样子呢，去除重量当中可以保持这个直角，可以了弥补了亚洲人黄金脸偏扁平的地方的圆润饱满的。如果是中长发，你保持这个角，它落点呢是比较中低层次，很适合去烫发，头顶层次就不会太高了。这个就是一个方形的特性。好，现在来到两侧以及头顶这个区，我们先把长度定好。好，我们的引导现在是用耳后这个方形的0层次的长度来做延伸，也是呢用梳子呢来梳头发，然后呢很轻的拉力，没有极限的角度。在耳朵这个地方呢轻轻拍一下，因为呢耳朵有些时候会往外翘，很容易呢剪短的这个地方，在耳后这个地方，因为发际线是偏高，所以呢我们稍微轻微拍一下，保持这类长点来弥补了这个发际线偏高的地方，不会容易有缺口。前面的头发也是一样的，稍微呢轻微把它伸缩顺，然后呢用力气的这个梳头发，继续呢保持这个梳子呢是一个水平，然后呢继续延伸这个水平的切口，保持一个方形的切口。这个也是定义为方形的0层次。把顶部这个区也是带到同一个水平面去剪。0层次呢必须要按照头发的自然垂落点然后呢必须要就是从发根均等的拉发片的拉力。前面呢也是一样，保持梳子呢是平行。好，现在在另一侧，一样的，在头的卷角地方呢水平分区，先定好了。
外线的长度，一样，按照了头发的正确的方向梳起来，轻微的固定这个发片，在耳朵顶部呢轻微拍拍松，用后部的这个长度呢剪一个平线，把它保持梳起来是一个水平线。继续呢，在前面呢剪一个直角。头顶呢这个，好，把头顶呢剩余的头发也是往下带，带到了刚刚剪过的这个一条，继续呢，剪这个方形的内层次。两侧跟顶区呢已经定好了外线方形的长度，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点顶部的层次。好，现在的顶区呢我们从前面的中心点取垂直的分区。好，这里呢我们会垂直头皮走10度。然后引导线从哪里来呢？从刚刚从后部剪过的这个方形的去取中呢，可以看到这个是最长的这个点。那不要用这个长度来做引导线，这里会怎么样？如果用这里做引导线呢，剪掉这个层次就会太短了，这个层次落点就会很高，两边呢就没有一个幅度了。所以呢这边要小心。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分出来前后两个区的时候，必须要在头的顶点，那这样子呢层次就不会剪得太多了。因为刚才我从这里呢是往后带剪一个方形的切口，这个方形切口呢就是现在用来去连接顶部的这个层次。那保持的手指是水平的，从这个角呢这个地方呢剪一个直角，顶部呢是一个方形的去取中。那这样子呢层次就不会太高了，这里落点可以看到。好，接下来呢每一边呢顶部呢都是取垂直的分区，也是呢一样的概念，2靠1 3靠2，卷角以下的都往上靠，那上面的长度基本上就不会剪得太多，或是呢外线呢基本上剪不到的。好，保持手指是一个平线，剪一个直角。好，第3片在卷角这个位置来的第2片3靠2，可以看到剪得越来越小的，它两边的长度基本上不会碰到，还是会保持了零层次的。那所以两边呢还是会偏厚重的，层次落点呢就会偏低的。然后如果呢你想要多一点的层次，那你可以自由去控制，你可以啦稍微短一点的长度来去设定这个引导线。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要看客人的需求，或是呢你想要设计的这个层次的落点高与低，去利用不同的引导线去剪顶部这个区域。好，现在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取垂直分区，用刚刚剪过的这个长度呢做我的引导线。那这边呢就是往中间靠，2靠1 3靠2。好，引导线呢对准引导线去剪，必须要保持手指是水平的。前面呢也会有一个角，所以这里呢也是一个方形的切口。一样的，剪到第3片卷角的地方，往上带。所以当你每剪一片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一下，你拉发片的方向是不是跟另外一边同样的控制这个发片的拉的方向，那这样子的都比较容易去掌握两边的对称。一样的，都卷角以下往第2片带。基本上也是剪不到很多的层次。
好，基本上也是剪不到。好，顶部剪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取水平分区交叉检查一下我们刚刚点过这个方形锯齿重量的切口。那也是呢，垂直头皮90度去检查。当你刚刚剪的时候，垂直头皮90度检查是同样的角度去提升。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方形的切口，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轻微呢可以精修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层次的落点呢是偏低的。很多时候呢，很多发型师剪方形呢，剪完最后呢，层次落点太高了所以呢，必须要注意一开始呢，刚才也讲过，后部的这个分区必须在顶点。你控制这个发片呢，必须要往后带，手指跟地面是垂直的，那这样子呢，可以保持这个层次不会去的太多。前面呢也是检查一下，精修一下。另外一边呢，同样的交叉检查。然后我们刚才是垂直分区剪水平分区呢去检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方形的切口了。可以看到两边呢基本上剪不到的，它就会垂下来，所以两边呢还是保持比较厚重的这个零层次的外线。好，现在来到刘海这个部分，刘海呢没有固定的长度要看你的客人的需求去设计。今天呢我们会设计一个比较偏长的刘海，我们呢先取了斜分区，分到耳朵的顶部。我想要一个往后推动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设计一个方形的切口。方形也是一样的，把前面这个角呢切掉，角度呢稍微偏低，有点堆积重量的这个角度提升。如果你的客人发量偏多的，你可以稍微提升高点。没有固定的，提的越高出来呢，效果呢就越轻，偏低就会重。你想要往后推动的效果好点呢，稍微偏重一点会显得会更好，去有一个推动力。我们设计在这个下巴左右的长度，切口呢也是一个方形的切口。把耳朵顶部的长度往前带，基本上呢也是剪不到的，这个长度剪不到的外形的长度。如果外形的长度你剪掉了，就会缺掉了这个地方。剪完第一片呢，可以看一下头发的落点，还有它的流向。这个本身的长度呢，刚刚把这个角切掉一个方形切口，它头发除了之后呢，就一个往后推动的纹理。接下来呢，每一片呢都是平行的分区。下一片呢，一个指位的提升，稍微提升高一点点。引导线呢是一个下面的方形的切口。把耳朵前面的长度呢往前带。这里呢，耳朵顶部的长度基本上剪不到的，也是保持这个。好，第三片还是斜往后分区，还是往前靠。第三片带的第二片，再提升一个指位，慢慢提高，这个边缘层次就会更柔和。但是呢，还是一个堆积重量的这个角度提升，所以这里呢是走回一个方形的堆积重量。把后部的头发呢都往前带，能拉得到第三片的地方去剪，基本上拉不到的这里，就自然呢跟顶部这个是呢有一个连接了。剪完之后呢，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效果。
这里还是厚重的，因为没有破坏这个外线的长度。那这里呢，这个刘海呢偏长的，有一个往后推动的纹理的刘海。好，另外一侧一样的，斜往后分区，分到额顶点。那把刚才剪过的这个刘海的长度呢做引导线。好，还是呢堆积重量的这个角度提升。啊，这里是引导线，手指呢也是一个平的，控制切口。啊，这里的长度往前带，基本上也是剪不到。那手指呢，那必须要也是大概斜的分区，剪指呢跟这个分区呢平行的。好，下一个区呢也是一样呢，一个几位提升。这边呢要注意到就是保持你的手的胳膊提高，因为呢你的手呢很自然的会垂下来，垂下来角度低于另外一边呢就会偏重的这边，所以保持了你的胳膊提高，手指呢跟分区呢平行偏斜的。那但是呢你的拉法片在卷角地方呢往后。啊，剪指呢，外线呢基本上剪不到的，这个就可以保持这个方形的凌层线，在耳朵顶部的长度就不会去掉了。好，第三片，来到第二片，再提升，再高些角度。那接下来呢，剩下的头发应该拉不到的，剪不到，那就可以跟后部呢有一个衔接的这个效果。好，那这个呢就是在湿的头发，我们呢把形状结构剪好，那之后呢我们进行吹风，吹风完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下点剪调亮。好，那经过了刚才吹风吹顺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下用点剪来去调亮打薄。那刚才呢凌层次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觉得有点厚重的，我们呢可以取垂直的分区，因为这边会有一个角。那我们呢在这个角呢轻微点剪一下。然后如果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角呢磨掉，稍微磨掉一点点也可以。那这边呢会显得更收紧一点的。啊，每一片呢都是取垂直分区，点剪一下，磨角。那所以呢，我们先剪凌层次这个会偏厚重的，然后比较适合有些客人喜欢比较偏厚重的这个发型的感觉，或是发量比较少的，所以 A 系列呢都是先定好长度，再剪呢颈骨以上的这个层次，所以呢外线呢都会出现了偏厚重整体的这个发型。好，每一片呢都是往后带，跟刚才剪的这个方形的拉发片的方向一样，那这样子就不会容易破坏这个方形的形状。那剪完之后可以看到，马上呢这边呢就会收进来，这个地方呢会更顺滑一点。那如果觉得这边外线还是偏厚重的这个凌层次，那我们呢可以取了水平分区。用梳子来固定这个发片，点剪一下发尾，那这样子的外线呢会更稍微轻盈一点。用梳子来固定，轻微呢过重的地方，这个凌层是轻微点剪。那如果发量偏少的，那就不需要做这个动作了，就保持比较厚重。好，到颈骨这个地方一样，因为刚才
颈骨以下就是一个0层次啊。这个地方呢也是用梳子来固定了，小的点剪。剪纸的这个外圈呢还是会比较厚重一些，保持这个0层次的感觉。可以看到把角去掉之后，点紧一下发尾，那这整个0层次呢会更轻盈，更往内收进去的。好，颈骨以上呢，我们取垂直分区，从中间开始，跟刚才我剪的方法一样，走势都提升。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剪切口呢比较干净的，我们呢可以用一些少的点剪的切口，柔和一下这个方形的切口。那这样子呢，头发垂下来了会显得更自然，不会有一个一层一层的这个感觉。把这个垂直面呢去掉一些重量，也不需要去的太多啊，不需要点剪太多，这样子呢就不会破坏我们这个方形的形状。当我们去点剪的时候呢，一样的，把卷角的头发往后带，还是保持卷角的这个方形的形状。譬如发量偏少的，这里呢还是会保持发量比较多，剪在这边呢厚重一点。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是往后带。那刚才怎么去剪呢？现在精修的时候，一样的拉发柄的方向，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点剪发尾了。这个去除中呢，跟下面的0层次的更融合，更顺。那顶去这个角呢，也不需要把它去掉，只是点点柔和的。大家可以看到层次的落点呢，点剪下这个方形这个垂直的这个切口这个角，那这边呢都会很自然，不会有一个重量线。好，另外一边一样的，往后带去点剪，那卷角的地方就不会去量去的太多。好，所以呢，我们一边剪一边要观察一下头发的垂落之后的这个感觉。那如果觉得已经很柔和的，就不要过多的点剪。那两侧呢，本身是一个0层次啊，刚才去量的时候，基本上往上拉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在外线也是用梳子来轻微固定，切口呢从前再往后的切口点剪一下。那从前点剪呢，切口呢头发还是往前推动的。那使得有点柔和的。也不需要破坏这个外线太多，所以点剪呢也是按照个人的发量来去调整。脸部呢不需要太多，因为如果你点剪太多了，也会出现了太多的层次。这边呢太短的层次是不好看的。那刘海呢也是按照刚才剪的中长的剪带。
用梳子来固定呢这个卡片，轻微的小的点点切口，一点点点进去。多去观察一下点剪完之后的效果，不要盲目去点剪。有些时候你太多的点剪呢，就会破坏这个外形的长度。差不多就可以停了，再取一片。好，刘海了，也是一样，跟刚才我剪的所有的分区一样，用梳子来。我想要往后推动呢，剪切切口呢，从后往前去点剪，这切口有帮助来往后推动的这个流向。可以看到整个发型呢，我没有很大的幅度去点剪啊，因为还是想要保持一个呢比较厚重，整体的形状呢结构呢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型。好，现在呢精修一下外线啊，外线呢就是看一些不干净的地方呢，用点剪呢稍微精修一个平的方形的切口。那刚才呢在耳朵顶部这个地方，我们呢稍微拍拍松，那有些地方长出来的地方呢，可以收掉，还是从后部继续剪一个平的方形的外线。这地方呢比较厚重的用点剪去剪这个线条，这样子更容易去剪得更干净。那表面呢有些比较厚重的，可以呢徒手从上划剪一下，显得这个外线呢更往里收紧。多去观察整体的这个外形的形状。如果在剪客人的时候，可以利用镜子来距离远一点，可以看得清楚好一点。哪里剪得不干净，可以进行精修。另外一边呢，也是看一下刚刚剪过的这边的航豆，然后呢，剪一下多出来一些在边缘的这个长出来的地方，把两边呢剪得对称。要剪干净的线条呢，你的剪刀很重要。那我就可以看到我的手呢，这个剪刀，它这样子不会容易晃。那如果你不固定的就很容易晃，很容易呢，有的时候剪缺了，就会剪掉。所以我会用手呢轻微固定这个剪刀，用小的切口去剪呢，就不会容易剪多。有的时候，除非呢某些地方长出来很多了，那你可以大刀眼呢去切。那已经比较干净的外线呢，有些长的比较厚的，用小的点剪
去精修，这边是感性一点，更势利一点。好，这款 A 技术的零层次加方形的句子中呢组合，希望呢能帮助你们的 ABC 系统剪裁课程呢有更多的帮助和收获。我们下一期见，拜拜。